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华史略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。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汉武帝。书接上回，元定5年，南越叛乱，武帝派韩千秋率2000人入越帮南越王平叛，全军覆没，南越王及太后、汉室被杀。秋天，10万水军及数目不详的囚犯及附庸国兵马攻南越，西羌10万人反叛，匈奴攻武原，杀太守。元鼎6年，汉武帝派10万人平定西羌叛乱，南越叛乱亦被平定。南夷发生叛乱，被平定。东越又发生叛乱，杀汉校尉3名。汉派数名将军四面夹击东越。这一年，公孙贺和赵破奴分别率领1万多骑扫荡匈奴，深入数千里，都没有见到敌人，退还。元丰2年，招天下死囚从军，由左将军荀志和楼船将军杨仆率领讨伐朝鲜。元丰3年，赵破奴率700骑兵破车师，伏楼兰王，围困乌孙、大渊。从酒泉以西直到敦煌郡的玉门关，都筑起亭障。本年，左将军荀志和楼船将军杨仆攻入朝鲜，楼船将军被击溃后又聚集起来。左将军率燕代强卒进攻，楼船将军因新败，士气沮丧，暗中跟朝鲜议和，想要他投降。朝鲜也想投降，但又怕投降后被杀，就犹豫着。汉派使者魏山招降，朝鲜同意，献出5000匹马和军粮。但渡河时，汉使和左将军要求他们解除武装，引起怀疑，结果又退回。武帝因此杀了使者魏山。左将军一直进攻，并要求楼船将军配合，但楼船将军和朝鲜有约，不肯前来。左将军怀疑他有阴谋。济南太守来问战事，左将军把怀疑告知，太守就设计招来楼船将军，将其逮捕，兼并军队。武帝认为这样不对，杀了济南太守。左将军合兵一处，猛攻朝鲜，朝鲜抵挡不住，内乱，杀死国王，向汉军投降。左将军班师，被处死。楼船将军判死罪，但功过相抵，废为庶人。汉武帝此时已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而且行为怪异。太初元年，大渊杀汉时，汉武帝派李广利率领6000骑兵，数万失地游民攻大渊。中尉王温书记，其地犯法，共5族被灭。太初2年，公孙贺被强行任命为丞相，因为前几任丞相都不得善终，所以他受任后跟人说：“我从此危险了。”李广利的部队没有到大渊就退回，士兵饿死、病死、渴死，剩下2/10左右。赵破奴率2万骑兵去受降，但准备叛变的左大尉却被杀。匈奴人调兵攻击汉军，汉军还击，杀俘数千，退兵。退到离城400里处，被8万匈奴骑兵包围，赵破奴被擒，全军覆没。太初3年，在榆林塞外几百里修建亭障，一直到卢渠，又在居延泽筑城。秋天，匈奴入侵定襄、云中，劫杀数千人，破坏了之前兴建的亭障堡垒。右贤王也进攻酒泉、张掖，抢了几千人口，但刚好遇到人文带汉兵赶到，只好丢下人口逃走。汉又调集囚犯、游民、边地骑兵共6万人去攻打大渊，一些自愿从军的还不在此数。后秦有10万头牛、3万匹马、上万的驴和骆驼，军需物资齐备，由李广利率领。又有18万军队进驻酒泉、张掖的北面，同时征召亡命、赘婿、商人、祖父辈有市级的人做运粮队，还派了水工、向马氏随军，准备掘大渊水源，选良马之用。本次出征，汉武帝好像汲取了饿死人的教训，做了充分的后勤准备。不计自愿从军者，光算汉军是6万人。然而统帅居然还是那个饿死大败士兵的李广利。汉武帝用人可见一斑。这回汉军雄壮，所过小国没有敢不相迎送粮食的，只有轮台不肯，结果被攻下屠城。轮台城有多少军民不得而知。有3万汉军到达大渊，大渊出战，被击溃，逃回固守。汉军断了宛的水源，围城40多天，宛国内乱，杀了国王投降。李广利和大渊人和谭盟士任意选良马3000多匹，班师。由于有一支1000人的汉军被玉成王消灭，汉军派上官桀报复，俘虏玉成王，半路上将他杀死。本次出征，粮食充足，人多势众，战死者不多，但将帅贪婪，
侵吞粮饷，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，6万以上的军队只有3万到达，归途又不知死了多少。战后统计中，汉军死亡人数为3万人，实际应当不止。但汉武帝得良马后就不再计较人命，大赏3军。在他眼里，3万人命还不如3000匹马。之前以敌我伤亡来计功的规矩也被破坏。天汉2年，李广利出兵酒泉，杀1万多匈奴人，但后来被包围，靠着冲国拼力死战才得以突围，士兵死了6%，约19500人。当年李陵带5000步兵进攻匈奴，杀敌约11000人，自己只有400人生还，即损失4600人。战后史学家司马迁也为李陵辩护而被阉割。这一举动象征意义非常明显，专制者对知识分子的不满溢于言表，他们最喜欢的人就是太监。本年汉朝盗贼遍地，因剿匪不力而被杀的官员很多，由此养成隐瞒不报的风气。凡受到如此对待的皇帝基本都亡国灭种了，而汉武帝却幸存下来，所以史家说他有亡秦之势，却免亡秦之祸。究其原因，大约是汉朝前面的皇帝都很不错，给老百姓留下丰厚的家底和极好的印象，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皇帝，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，也就没有给他造成威胁。所以给大家做个总结，如有疏漏，欢迎指正。汉武帝在位期间，文治武功分列以下。武功方面，毙伤伏降敌人共约528844人，史书中语焉不详者未记，其中高官184人。汉军在战斗中死伤降被俘人数约为164316人，其中高官约16人。两者相较，汉军以1:3.2的伤亡比例获胜。霸占地盘，匈奴境损失，汉境得到，汉胜。文治方面，汉武帝在位期间一共亲自下令杀死汉朝军民32302人，其中高官32人。因行政失当导致人民死亡人数361000人，其中以盗铸钱币被判死刑和巫蛊之祸死亡人数最多，占了绝大部分。发明贻害千秋的罪名，复匪罪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之国策，祸害中华2000余年，至今尚存。用人方面，以军事将领计，受重用的优秀者只有卫青和霍去病，平庸者不计其数。差劣的首选李广利，次选赵破奴，3选李广。至于李广，我们后期会有专门的一期节目提到他。总体而言，汉武帝只选出了2个优秀将领，原因是皇亲国戚，其余全是庸劣之才，不断的损兵折将。经济方面，接手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，最后陷于崩溃状态。最后总结一下，虽然在对匈战争中取得胜利，但那几乎是靠拼光汉朝所有实力来取得，钱财用尽后卖官卖爵，横征暴敛，战马死光，无数勇士抛尸异乡，可谓惨胜。和他相比，不久后的东汉王朝在对匈奴作战时，既如砍瓜切菜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差点把匈奴种族灭绝。根据以上数据，大家现在怎么看待汉武帝呢？是一代雄才伟略的皇帝，还是杀伐无度、昏庸无能的暴君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评论。最后感谢您的观看，欢迎订阅本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